大胆狂徒，竟敢拐带我苍玄仙朝小公主，速速束手就擒，否则踏平你这破风，满门抄斩！拐带公主，冤枉啊！我认识这丫头才5分钟吧？常文，新收的师妹就教你了。师傅你，每次云游都带一个回来，算上这个，我都有5个嗷嗷待哺的师弟师妹了。关键是你扔给我就消失，这穷的只剩2只鸡的浩然峰，我拿什么养？将军误会，这是我师傅刚收的小师妹，我是他大师兄，不是什么拐带人的。误会？你这穷的只剩2只鸡的破风也配当公主的大师兄？完了，合着我那不靠谱师傅不是收徒弟，是把东部霸主的亲闺女拐上山了。这黑锅扣下来，我10条命都不够赔的。不准欺负我大师公，是我自己要来修仙打天下的。公主定是被妖术蛊惑了，给我拿下这恶徒，带回仙朝凌迟处死。完蛋，BBQ 了。叮咚，检测到宿主生命危急，幸运轮盘投资系统自动绑定中。系统，老子盼了26年啊！穿越者的金手指终于到账了。恭喜，幸运轮盘投资系统绑定成功，新手大礼包已准备好，是否现在打开？开，必须开！恭喜获得护身符1次，万物皆可碎。喂，都不给点反应时间的吗？不可能，你明明只是个淬体2层的废柴。够了，不准凶我大师兄，是我自己跟着师傅来修仙的，我留了字条给父皇，才不是被拐来的。公主你烦不烦啊？赶紧回去！还有，不准告诉我父皇这里的事，不然后果你懂的。臣遵旨，但公主万金之躯，臣会经常过来探望的。收队。这么快就解决了，这小丫头不简单啊！恭喜宿主解决1次危机，奖励脱胎换骨丹1枚，奖励无边界储存空间，仅自己能看全员面板，投资浩然峰人员转盘，最高万倍返利，还能得修为、宝物等奖励。功能1，可查看所有人面板，贺峰位可见进行正向投资，即可触发轮盘返还10倍、1000倍、万倍暴击，还有修为、宝物、功法、词条等稀有奖励。只要给师弟师妹送东西就能返利，那直接疯狂送不就完了？保底10倍，血赚啊！小满，刚刚谢谢你啊，这脱胎换骨丹就是大师兄给你的见面礼。大师兄，这是给小满的。师兄给师妹送东西，天经地义。大师兄，小满觉得身体好烫。正常现象，过会儿就好了。你给苏小淼投资1枚脱胎换骨丹，助他从凡人提升至淬体巅峰，触发返还。停啊！给我中大奖，欧皇附体。恭喜获胎换骨丹10枚，已存入系统空间。开局保底有点黑啊，不过问题不大，多投几次总有欧时候。我自己也吃1枚。我去，浑身通透，力气暴涨，这就是淬体巅峰的感觉吗？现在就算有辆大卡以200迈冲过来，我都敢徒手接。万转不灭体，听着就很屌，可惜封印了。合着我也是有背景的吗？苏小满乃苍玄仙朝小公主，淬体10层的极品土灵根。系统评价：乖乖巧巧，但想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小师妹。好家伙，年纪小小的就如此有实力。走，师兄带你回峰。大师兄，这里不是浩然峰对不对？师傅说浩然峰接天连海有仙人，这里一定是后山柴房对不对？小满，这里就是浩然峰。师傅骗人。别哭，条件是苦了点，但大师兄保证咱们日子肯定会好起来的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你不是要打遍天下無敵手吗？自古逆境出大神，在这地方练成天下第一，那才叫含金量。好像是耶。大师兄，什么声音？有妖兽跑进来了吗？坏了。谁把他给放出来了？大师兄，你可算回来了！我关了3天，墙皮都啃完了。大师兄，这是你给我带的加餐吗？看着软乎乎的，肯定好吃。他要吃我不好吃的。胡说什么？这是新来的小师妹苏小满，再乱看把你嘴缝上。以前只知道这小子能吃，今天正好看看他到底是什么来头。林渊，饕餮幼崽，无论吃下什么，都会转化成他体内的能量。系统评价：
一个把吃饱当成受生目标的小可怜。饕餮圣子，上古十大凶兽那个饕餮，合着我师父不是收徒弟，是把各族天选之子都拐来山上放养了，是吧？大师兄，我饿。等会儿带你出去吃东西，管饱。大师兄，你对我太好了，简直是义父！滚啊！你小子离我远点，我性取向正常。修仙世界好疯狂，不仅啃石头，还这样那样。大师兄不干净了。丁，苏小满好感度凤20，当前70。四兄弟好能吃，大师兄带的钱够吗？不会要把我压在这里抵债吧？丁，你给林渊投资18枚下品灵石，助其果腹，触发返还。炫，使劲炫，炫的越多，返还越多。这哪是吃饭，这是给我刷零食呢！恭喜获得100倍返还，获得1800枚下品灵石。靠，100倍，直接暴富了！有系统在，林渊越能吃我越赚。这哪是饭桶啊，这是行走的印出。唯一美中不足的是，系统返还的这1800枚下品灵石不能再次进行投资，得重新获取其他可以投资的东西才行啊。丁，你给苏小马投资2枚下品灵石买糖糕，提供了情绪价值，触发返还。恭喜获得黄金级词条，红包攒不停。词条，哈哈，出货了，出货了！红包攒不停，每日红包数+1，10天小红包，20大红包，30天豪华包。挂机越久奖励越炸。红包物品种类包括但不限于修仙界内存在的任何资源。本来还想去哪儿找东西给师弟师妹们投资，没想到瞌睡来了送枕头。只要挂机就能领奖励，并且挂机时间越久，奖励价值越高。等领完奖励就能直接投资，简直不要太爽！无敌之路指日可待啊！哈哈。常师兄，果然是你们。方才楼下听小二说你在这儿，特意过来打个招呼。这不是琼华峰主之子韩萧吗？上次师弟林渊路过这儿，我一个没看住，他就把所有客人的饭菜全吃掉了。当时我没钱付饭钱，就是找这个韩萧借的高利贷。韩师弟有事就直说吧。师公，不是师弟多嘴，林渊师弟这食量，常人家可养不起。我听说最近宗门月历延期了，师兄手头怕是不匡闯。师弟我凑了点零食，专门帮同门周转，日息5/1000，比外面公道多了。师兄要是急用，要不先拿300中敏灵值应应急。上次借的还没付清，这次又走投无路了吧？等利滚利滚起来，浩然峰早晚得给我打工。你才走投无路，我大师兄才不借你的钱。300，太少了。师兄，你说什么？我说300不够，你手里有多少，都给我凑过来，起码要1万枚中品灵石，送上门的启动资金，不要白不要，借了投资师弟师妹，返还完再还，啥子才不借。1万？你没开玩笑吧？这可不是小数目。翻新主峰，养师弟师妹，哪样不花钱？你就说能不能凑吧？能，当然能。师兄稍等，我这就去凑。钓到大鱼了，死嘴别翘太高，等会儿人不借了咋办？大师兄，1万中品灵石，咱们一辈子都还不清啊！急什么？钱的事，以后你们不用担心。大师兄，你为了我，居然借这么多钱！大师兄对我太好了，以后谁敢说他坏话，我啃得他渣都不剩。我之前还嫌大师兄不干净，我太不懂事了。苏小满好感度+10，当前80分100。常师兄，1万中品灵石，你清点一下，这储物袋就当赠品送你了。不用点，韩师弟办事我放心。1万枚投资本金，这不得翻到天上去啊！至于利息，洒洒水而已啦。字据已签，我就不打扰了。师兄放心，这事我替你保密。小满，拿着花。谢谢大师兄。你给苏小满投资1枚中品灵石，触发返还。恭喜获得10枚中品灵石。师弟，你的。师兄我不要，这是你借来的钱。给你就拿着。你给林渊投资1枚中品灵石，触发返还。恭喜获得100枚中品灵石。第2次就100倍，我真是欧皇附体。以后谁敢动大师兄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我也是，等小满打遍天下无敌手，谁欺负大师兄我就打谁。有钱能使师弟师妹推磨，古人诚不欺我。听说了吗？
常师兄借了1万中品灵石的印子钱，什么？就为了养他的师弟师妹们吗？这怎么还得上啊？浩然峰本来就没落，这下彻底翻不了身了。谁在胡说八道？我找他去！爱谁说谁说，走，咱们回家，等我返还个几10万枚灵石，亮瞎他们的狗眼。哦，他怎么回来了？沈年轻和林渊一直不太对付，主要是林渊这小子，偷吃人家东西也就算了，还老跟人家摆师兄的谱。于是林渊就被沈念青追了打了2年，每次都被揍得鼻青脸肿。沈念青，沈家庶女，轮回女帝第99世。系统评价：是个想要斩断99世因果、正道成生的女帝大人。我去，金丹境的轮回女帝？不是吧？先是知仙朝小公主，再是饕餮幼崽，现在又来个轮回女帝，合着全峰就我一个凡人带娃是吧？千万别告诉我剩下那俩也是隐藏大佬。师兄，又长高了。其实我有个不为人知的秘密。我是诸天万界的轮回女帝，为斩断因果深入轮回，只为追寻98世的因果。没想到这因果却在平平无奇的长文身上，只是我还没弄明白这因果究竟是什么。算了，先留在浩然峰慢慢查明吧。还有2天，你的病又要发作了，先留在这里吧。我从小就有种病，每隔1月就会进入一次极度虚弱期，为期7天，病因不明。但应该跟我轮回有关系。大师兄，她是小师妹，那我是谁呀？你是小师妹。我辈分最小了。沈姐姐长得那么好看，四师兄为什么那么怕她呀？哼，没有理由，全是经验。连能啃石头的四师兄都怂成这样，沈姐姐肯定超级厉害。那我打遍天下无敌手的目标，岂不是更远了？打什么打？拿着花。大师兄，你今天都给小婉20枚了。怕你不够花呗，你才5岁，整天打打杀杀像什么话？小姑娘就该想着怎么买，这毛病得改。爹说长大要嫁给舍得给我花钱的人，我看大师兄就挺好。哟，半个月都没见人影，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。跟道风的人比做师耽搁了些时日，大师兄莫怪。又来了，做师 PTSD 是吧？当年我只是在3师弟楚星河面前随意做了首诗，结果吃饭的时候他要找我作诗，睡觉的时候也要找，就连拉屎的时候也要找，根本没有自由时间。毫不夸张的讲，那段时间简直是我的噩梦。楚星河，儒道大能重生者，系统评价：无形装逼者最为致命。合着全峰都是大佬，就我一个带娃的保姆是吧？既然你们都这么卷，那我也不能藏着掖着，猛投资就完了。师弟，我记得你最喜欢粽子是吧？这是我一早给你准备好的。大师兄有心了。丁，你给楚星河投资5个粽子，让他感受到家的温暖，触发返还，恭喜获得500个粽子。这玩意儿我也不要啊！来，别跟师兄客气，粽子管够，敞开吃。师兄之恩，星河无以为报。2世为人，从没谁对我这么上心。包粽子多费功夫，大师兄竟为我准备了这么多。上一世我纵横地州，见惯了虚情假意，反倒这平凡烟火最戳人心。师兄，此情此景，不如与师弟吟诗一首。噩梦重现是吧？不入儒道，见大师兄如井底蛙见天上月；入得儒道，见大师兄如蜉蝣见青天啊！与大师兄生在同一时代，幸在悲哉。差不多得了。你小子终于舍得回来了。这不是半路没钱了吗？只好走着回来。听说大师兄朝寒宵借了不少钱，可是遇上难处了？没困难，就是不整点事出来，你们几个都不肯回来看我。这货除了看热闹就是摸鱼，干啥啥不行，吃饭第1名，总不能也是隐藏大佬吧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陈长生，凡人，乃长生圣体。系统评价：狗王。我操，长生圣体，别人穷极一生追求的长生大道，这小子开局就有了。合着5位师弟师妹全是神仙，就我一个凡人开系统是吧？师兄，你天天照顾师弟师妹够累了，我身为浩然峰2把手，哪能再给你添麻烦？肯定得在外头寻找生财之路，让大师兄和大伙都过上好日子。你说这话自己信吗？我都不好意思揭穿你，你就是怕我让你干活。哎呀，不要在意这些细节嘛。大师兄，这位就是新来的小师妹吧？师傅新收的，叫苏小满。小师妹长得真可爱，从小就这么精致，长大了铁定是大美人。
咱们浩然峰越来越热闹了啊！谢谢二师兄，嘿嘿。二师兄虽然蔫里邋遢的，但是第一个夸我好看的人，以后就不打他了。算下来，大师兄不能打，二师兄不能打，四师兄不敢打，五师姐更不敢打。要不下次跟师傅比划比划吧？说真的，有这帮人在，长生好像也没那么孤独了。就是修仙资质极差，连淬体都是奢望。把这个吃了。这啥呀？让你吃你就吃，哪儿那么多废话？假装吃了，等会就吐掉。等等，怎么入口即化了？这淬体，我求体成功了！我努力10几年都没摸到门槛，现在直接成修士了。胸若不弃，生愿拜为义父。滚蛋！给，这些拿去花，别跟师兄客气。什么？还有零食？大师兄你发话，打谁？只有一块啊！急什么？还有。冰，恭喜触发返还。师妹，你说大师兄到底想干什么？送零食就送吧，为啥非要拿一块一块送啊？不知道。师弟，你说大师兄想干什么？不知道，但我知道跟着大师兄能吃饱。你就知道吃，吃饱了才有力气想别的。想问问题是吧？老规矩，想问零食的事吧？大师兄啊，是对我们期望太高了。怎么说？他不惜借高利贷也要给我们砸资源，不就是想给我们最好的修炼条件吗？所以我们得努力，争取早点把贷款替他还上。怎么感觉有点道理，但又差点意思呢？小师妹，你觉得大师兄是想干什么呀？因为大师兄人好呀，除了爹娘，还从来没人给小满钱花呢。对呀，我活了2世都看不透的道理，竟被个小丫头点破了。除了真心相待，谁肯平白给别人砸钱？大师兄是真心想培养我们，我身为浩然峰3把手，怎能辜负这份心意？1年后的有个浩然盛典，我楚星河必要让浩然峰之名重新响彻整个宗门。冰，你给陈润商、楚星河、沈念清、林渊各投资1枚中品灵石，返还4成10枚。你给苏晓投资1枚中品灵石，返还10年修为。终于不是保底了，10年修为赚麻了。不仅筑基巅峰稳了，连御剑术、护体罡气都直接练到大成。本来还想领美式红包，现在实力暴涨，更有资本苟着了。正好攒个超级豪华大红包，说不定能开出大奖。不过上次词条是小满出的，这次10年修为也是小满出的，出货率这么高，看来以后得多投投小丫头。浩然峰800年没人来，今天怎么这么热闹啊？大师兄，他们是来要债的。肯定是韩萧这小子搞的鬼。过去看看再说。常师兄，我也不愿这样，可琼华峰矿产出了问题，管矿产的长老们手头都紧，我借给你的钱就是从他们那儿凑的。常文，我们实在周转不开了，你先把贷款还了吧。按1000分日历算，连本带利一共11000中品灵石。借了1万，不到20天变成11000，高利贷果然是吃人不吐骨头。还不上也没关系，你们浩然峰荒了这么多年，山下灵矿肯定不少，让我们进去挖几天，账就一笔勾销，还能给你抹点利息。合着是盯上浩然峰的灵矿了，拿借贷当由头是吧？真当我浩然峰好欺负吗？如果我没猜错，我借贷的消息就是你们散播的吧？不错，浩然峰都没落这样了，谁知道你还不还得上？我们总得找点保障。保障我可以理解，但还款最低期限是20天，今天才第19天，你们是不是有点太急了呢？这不是等着用钱吗？依我看，直接让我们开采灵矿最省事，一物抵一物，大家都方便。灵矿你们就别想了，那是浩然峰的命脉，想要账，明天再来。明天？常文，你装什么装？明天你能凑出1000灵石都算我输，何必自欺欺人？你凑不凑得出来不劳你费心，腿脚利索就明天再来，不利索就找地方住下，提前说清楚，住我浩然峰是要收费的。你什么你？老东西给我放尊重点，真当我浩然峰没人是吧？哼，老夫倒要看看1天时间你能翻出什么浪花。走。慢着，这么快就反悔了是吧？那我们现在就去挖。闭上你的臭嘴。韩萧，当初签契约的时候，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，这事绝不会让第3个人知道，这是其一。
其二，契约约定20日还款，你们19日就上门逼债，那又如何？如何？往小了说是质疑我长文的信用，往大了说是辱我浩然峰的声誉。你们不请自来，擅闯浩然峰，惊扰我师弟师妹修行，害得他们心神不宁，道心受损。这笔精神损失费，是不是该算一算？精神损失费？神特难精神损失费，这都什么歪理？你太过分了！明明是我们来要账，怎么反倒你要起钱来了？过分！按浩然仙家门规，无故骚扰别峰安宁，该是什么处置？你们心里有数。念在同门一场，我不报知法庭，但这精神损失费1分都不能少。长文，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师弟，去执法殿递状子，就说有人擅闯浩然峰，胁迫我们出让灵矿开采权。是，大师兄，我现在就去。站住！不能去执法殿，一旦查起来，背后的人都得暴露。有没有惊扰你们说了不算。我6位师弟师妹受了惊吓，每人2000中品灵石，一共12000。12000？你怎么不去抢？犯门规，下要赔偿是正当权益。你觉得不合理，咱们就去执法殿评理呗，正好让执法长老查查你们背后是谁，为什么对浩然峰灵矿这么上心。长老，冷静，这事不能闹大。12000啊，把我卖了都凑不出来，可不去执法殿，只能认栽。12000中品灵石，现在拿出来，你们走人。现在不给，按每日1%利息算。日息1%，比我们还黑，这是黑吃黑呀！常师兄，大家都是同门，是不是太过了？师弟，我数3个数，他们还没个准话，你就直接去执法庭。好嘞。1，长文，你别欺人太甚。2，别这副表情，这还是看在同门面子上打了折，不然更多。给！我们身上就这些，之前借你的10000中品灵石不要了，账目抹平。哼，早这么痛快不就完了？何必呢？借贷契约呢？诸位慢走，我就不送了。常师兄，今天这事算我们栽了，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韩某记下了。听说了吗？常文借了韩萧10000灵石，韩萧上门要债，结果不仅本金没要回来，还倒赔了1000。我靠，那名弟子这么忙，黑吃黑让他玩明白了。以前都说他是修炼废材，我看根本就是藏拙。昔日主峰的大师兄能是一般人吗？要我说，大成期都有可能。你们听说了吗？那个常文他根本不是废材，我亲眼所见，他一招就把外门首席给秒了，那剑气，那气势，简直毁天灭地。那哪里是废柴，分明是转世先帝在韬光养晦。刚才那一下，是他不屑于隐藏实力了。常文前辈早已是半步仙帝。什么？大成期？这可不是我说的啊，都是他们外面传的。不过我可听说300年之约马上要到期了。300年前，浩然峰彻底没落，只剩师父一人独守峰门。为了利用资源，其余108位峰主联名向宗主提议，想接管浩然峰，但师父寸步不让，最终定下300年之约。若是浩然峰兴起，那接管之事便作罢；若不能，浩然峰就会被接管了。这可是事关浩然峰存亡的大事，师父要是不回来，咱们几个根本扛不住啊！20天前他把小满扔给我就潇洒走了，是想把这烂摊子丢给我吗？还是故意考验我们忠诚度，最后再出来收人头？这老狐狸！算了，桥到船头自然直，管不了这么多了。前几天那个灰袍老者给的储物袋里有不少货，这7品令箭你拿去玩吧。啊，大师兄，这是真的吗？废话，反正这些返还出来的灵石又不能继续套瓜来投资了，对我也没用。丁，陈长生好感度加18，当前100分100。别用这种眼神看我，我还是喜欢你之前猥琐的样子。好的，大师兄，我尽量恢复一下。拿这么多灵石啥也不干，太烫手了。要不我勉为其难扫个地，也算为浩然峰做贡献了。拿着玩吧。
你给楚星河投资1枚中品灵石，返还10枚中品灵石。老三是真黑呀，投了180回全是低保，连个暴击都没有。算了，下一位。大师兄，今天我们干点什么呀？修仙吗？今天有点事，得出个差。出差，小满也要去。好，带你一起。耶！出差肯定有好吃的好玩的，打遍天下无敌手什么的，先靠边站。300年之约不是小事，得提前去天辉峰找宗主打点一下，有备无患。正好带着小丫头散散心。林师叔，浩然峰弟子常文求见。林保定，浩然仙宗宗主，天虚峰峰主。系统评价，在他的心里，浩然仙宗建设大于一切。我去，4万多岁的大成巅峰，活了快9个中华上下五太天，这也太离谱了。祝激进，传言倒是有误了。大师兄，这个老爷爷看起来好凶。来此寻本座何事啊？弟子此来是为300年之约，此事非本座不愿相助。300年之约乃你师尊与百峰共立，白纸黑字为证。师叔说的是，弟子今日来倒不是强求，只是有一物想请师叔帮弟子长长眼。无非是些不值钱的贿赂，走个过场罢了。我去，10万中品灵石！常闻失职，这是何意啊？师叔不要误会，弟子身为浩然峰一份子，也想为宗门建设出份力。这些灵石就全当心意了，毕竟弟子年轻不懂规划，就请师叔代为保管，将其价值发挥最大化。师侄年纪轻轻便有如此胸怀，实属难得。既如此，本座便带宗门收下了，不必多礼。时候不早了，带小丫头早点回去歇息吧。建设宗门的心意，这小子是个干大事的料。大师兄，为什么宗主老爷爷先说不能帮忙，后来又说什么都好说呀？当然是因为钱。等你穷得吃不起饭的时候就知道了，钱就是天底下最管用的东西。可是爹娘说玩得开心最重要呀。等你有钱的时候，开心最重要；没钱的时候，钱最重要。不懂也好，最好永远都不懂。中间那个就是常文，长得还挺帅啊。相传他不是没修为吗？我怎么在他身上感受到了筑基修为的气息？是不是隐藏实力了？别瞎猜了，一会儿不就都知道了。宗主，300年之约已至，碧游师妹至今不现身，难不成是想违约？违约倒是不会，但她的确不会来了。什么意思？她已传讯本座，将300年之约的处置权全权交给大弟子常文。常文之言就是他之言，常文之决策便是他之决策。我没听错吧？这么大的事儿居然交给一个弟子？宗主，老夫没听错吧？碧游师妹让常文负责交接浩然峰。没错，全权由他处理。什么叫全权负责？合着我提前去打点宗主，你在大气层等着我是吧？我真是谢谢你啊，死脑子！快想想办法呀！浩然峰要是被接管，我系统还怎么用？常文失职，既然碧游师妹让你主持大局，想必前因后果你都清楚了。你是小辈，老夫也不施压。这浩然峰接管器，你就带你师傅签了吧。浩然峰接管器，峰脉凋亡，弟子不足300，100年排名末尾，依组织予以接管。大师兄，不能签啊！签了咱们就是浩然峰的罪人了。是啊，大师兄，你忘了咱们浩然峰的祖训了吗？凭什么接管咱们的地方？我不同意。小满也不同意。浩然峰祖训，我当然没忘。第1条，任何时候都以光复浩然峰为己日。第2条，凡浩然峰弟子，无论强弱，坚决维护峰脉主权完整。第3条，每位弟子都将参悟大光明经作为终生目标。所以，浩然峰要被接管，我常文不同意。我也不同意，我也不同意，还有我。小满也不同意。常文体内有强大封印，这小丫头是苏家血脉，这胖小子饕餮直系血脉，这小子是长生圣体，还有这人的儒道基脊。我去，个个都不简单。合着碧游这是在这儿等着我们呢？谁敢动这5个小家伙啊？真是下得一手好棋。只可惜300年前有约在先，总不能就这么算了。耀东师弟，本座补充一句，
碧游师妹说她愿赌服输，同意将浩然峰归还宗门。你们有疑问，跟长文商量就行。高，实在是高。契约是师傅签的，关我什么事？本以为师傅是拿我当枪使，没想到他早就布局好了一切，就连108位峰主都被耍得团团转。想接管浩然峰，行啊，就苏小满往这一站，谁敢动他一根汗毛？动个试试。宗主，300年之约乃当年众人共立，碧游师妹如今这般，还请宗主主持公道。还请宗主主持公道。碧游师妹不愿浩然峰被接管也是情理之中。既然他全权交给长文处理，那长文便是浩然峰负责人。有什么问题，你们跟长文沟通，本座自会主持公道。老狐狸又把球踢回来了。长文，你不签接管契，是铁了心要毁约吗？毁约谈不上，300年前立约时我还没出生，如今平白受牵连，对我们晚辈不公平。那你跟我说这些有什么用？找你师傅去。晚辈只想请各位师叔给我和师弟妹妹们一个机会，若现在签下接管契，我愧对浩然峰列祖列宗，还请诸位宽限些时日。你想要什么机会？需要时间，定能让浩然峰重回正轨。时间？当年你师傅也是这么说的。怎么，你也想让我们等你300年吗？不必300年，具体时长我们可以商量。那你想要多久？10年。不行，10年太久。还有你要时间做什么？参悟大光明经，招收弟子，光复浩然峰。参悟大光明经，他疯了吧？10万年就成了一个，他一个筑基境也敢说这种话？年轻人真是不知天高地厚，大光明经哪是那么好参悟的？罢了，既然你志向这么大，老夫就替众位峰主做个主，给你这个机会。1年后便是浩然盛宴，就给你1年时间。若你能参悟大光明经，且浩然峰弟子满300人，接管之事从此不提。但若是做不到，这分明是挖坑啊！1年筑基到金丹都难，还参悟大光明经，再加300弟子，也根本不可能。就是，碧游仙子都做不到的事，一个弟子怎么可能做到？我答应。好魄力！既如此，老夫便等你1年。1年后浩然盛宴，咱们再见分晓。今日之约看似拖延，实乃不智之举。大光明经没那么好参悟的。我知道，但也只有这个方法能把浩然仙宗的损失降到最小。看刚才韩峰主那架势，根本不想给我留余地，就算讨价还价，也只会平添冲突。我原以为他是年轻气盛、意气用事，没想到竟是一心为宗门着想，倒是我看错人了。这是传讯符，若是遇到修炼难题，可以捏碎它，本座自会赶来指点你1、2。多谢林师叔厚爱。林定定好感度增加20。这哪是传讯符，分明是保命符啊！表一波忠心，直接换了个靠山，好感度还增加了。接下来1年，肯定没人敢给我穿小鞋了。坐以待毙不是我的风格，尘埃落定前，必须奋力一搏。首要目标就是提升浩然峰整体实力，给师弟师妹猛猛投资就完事儿了。长生，有什么打算啊？暂时没想法。大师兄，你也知道我没修炼天赋，这次赌约，我怕是帮不上什么忙了。那不如我给你安排个事儿。什么事儿？帮咱们浩然峰招收弟子。我打听过，最低级的外峰弟子，平均月俸才10块下品灵石。你去各峰宣传，愿意加入浩然峰的，每月月俸直接发10块中品灵石。有钱能使鬼推磨，不来那肯定是给的不够多。用10块中品灵石招收弟子，大师兄你确定吗？当然确定。现在非常时期，想看咱们出臭的峰主不少，肯定会下令不让本峰弟子转过来。钱给少了，根本没人愿意冒这个险。大师兄高义，可你灵石够吗？无妨，你只管宣传，灵石不是问题。对了，1000年前因为袒护周青被发配到行风的那些浩然峰旧部，他们从浩然峰起家，对宗门肯定有感情。你去把他们接回来，人手问题就解决了。大师兄放心，既能为宗门出力，还有钱赚，这好事儿上哪儿找去？星河，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我想回道峰，还有1个月就是道峰论道大会，排名第1就能拿到天地造化丹，到时候我修为肯定能精进，1年后参悟大光明经也能多几分把握。那你加油，有空我去看你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，我总不能因为投资能变强就捆着人家不让走。大师兄放心，有我在，浩然峰绝不会被接管。大光明经就算难如登天，我也非要试一试。我怎么有种送儿子上学的感觉？对了，也不知道念敲怎么样了。往常他的虚弱期只有7天，这次都10天了还没动静，可别出什么事啊。
境界居然跌到凡人境了。什么虚弱气能让金丹修士直接变回凡人？难道是类似大姨妈之类的东西？念青，感觉怎么样？可能还要几天才能恢复。知道自己体内是什么情况吗？穿衣服，我带你去雪莲峰看看。不，扛几天就过去了。扛什么扛？你看看你现在都什么样了还扛？连什么毛病都不知道就硬扛啊！赶紧穿衣服，我带你去雪莲峰找雪姨。等你病好了，我还指着你带飞呢。20多年前，雪姨雪无情就经常来找师傅玩，偶尔心情好的时候还会给我带点东西。看病这点忙她肯定会帮。有病就要看病，养病如养虎。等你真想治的时候，病都深入骨髓了。有没有点危机意识啊？身体是革命的宝产，什么时候都得把健康放第一位。这话都听800遍了，不过轮回99世，还从来没人这么管过我。人人都怕我，算计我，只有他看我的眼神是真把我当小妹妹疼。大师兄跟老父亲似的。嘘，小声点。笑，别光顾着笑，你们俩也一样。知道了，大师兄。表现不错，奖励你们2块灵石。投完小满投林渊，投完林渊投念敲，循环往复，投资不停，变强不止。大师兄也太好了，有好东西从来都想着我们。跟着大师兄有肉吃。这个傻子，灵石跟大风刮来的似的。真不愧是雪莲峰。大师兄，阶梯这么高这么滑，要是摔来怎么办啊？这要是掉下去，不得你一块我一块？简单，我们可以御空飞行。大师兄，你看这儿。飞行事故多发地，禁止御空。啊，那该怎么办呢？哎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冰盘上山，1块下品灵石1趟，省力安全，童叟不欺。阿姨别喊这么大声，听得见。这不是想让贵客感受下我们雪莲峰的热情吗？咱们峰顶不让飞，走冰阶又容易摔，坐我这冰盘就不一样了。这上面有专属阵法，坐上去能自动顺着冰阶往上滑，稳得很。4位要不要来一个啊？坐，瞌睡就有人送枕头，正好还能顺便投资一波。几位坐稳了，要发车了。好漂亮啊！几位是第一次来吧？这2天正好是我们5年1度的封笔，各峰来观礼的人可多了，我一天都要跑10几趟。封笔？对啊，今年奖励可丰厚了，压箱底的宝贝都拿出来了。什么宝贝？九阳真皇涅槃火种，上古神兽的涅槃火，能焚万物，也能重塑一切，无价之宝。谁都能争吗？那可不行，只有封笔前几名才有资格。不过大家都心知肚明，这火种啊，8成是给我们圣子准备的。圣子是哪位？还能哪位？宁无双圣子呗，天生冰凤血脉，上届就是第一，这次肯定也是。不过也说不准，毕竟几百年才出一回的宝贝，谁不眼红啊？哦，跟我好像也没啥关系。高手总是爱离群索居。雪姨，浩然峰弟子常文特来拜访。何事啊？师妹沈念青受怪病困扰，还望雪姨出手相助。出手可以，但我有个条件，病治好之后，她必须拜入我门下。就这个病，怎么还挖上茶友了？雪姨，此事事关重大，需家师同意才行。只要雪姨肯给念君治病，我愿付丰厚的报酬。雪无情，雪莲峰主。系统评价：有情人修无情道的苦命人。3万多岁了还保养得这么好，怪不得人人都想修仙啊。丰厚报酬？你小时候奶粉都是姨出钱买的，你能给姨什么报酬啊？雪姨，看病要紧，念青要是有个3长2短，您还怎么收徒弟啊？把他放下吧。他的体质很特殊，是极为罕见的极阴体，修炼速度凤毛麟角，但弊端也很大。阴气太盛，阳气不进，积累久了就形成阴煞反噬自身，想要根治难。再难也得治，雪姨您尽管说办法。办法倒是有一个，极阴体要根治，必须用天地至阳之气中和阴煞。我雪莲峰恰好有一物，名九阳真凤涅槃火种，若念青能吞服炼化的话，不仅能去病，说不定还能因祸得福，资质再上一层。念青有救了！等等，九阳真凤涅槃火种，这不就是刚才那位美妇说的封笔压轴宝贝吗？这也太巧了。你先别高兴太早，火种是封笔魁首的奖励，我不能私自拿出来。现在正办5年1组的封笔，我要是强行取走，长老们必然反对，雪莲峰也会内乱。雪姨，那您能不能做主，把火种交易给我呢？
同等的价值筹码，双倍也行。他居然为了我不惜花双倍价钱买火种，连一丝犹豫都没有。等我登临巅峰，必让他也正得大道，长生万古，天地可见。你这小子口气倒是大，但是难啊。火种是一位长老发现的，那人是圣子宁无双的狂热支持者，而宁无双是天生冰凤血脉，正需要火种突破。当初长老本想直接给他的，怕被其他人反对，才拿出来当封笔奖励。我现在强取的话，必出乱子。大师兄，别为难了。别担心，办法总比困难多。既然来了，我就没打算空手回去。雪姨，真没别的办法了吗？非要算的话，也不是没有。封笔不限制外封弟子参赛，理论上，你要是能打赢宁无双，就能名正言顺的拿火种。冒昧问下，你们圣子是什么实力？化神高风境。合着我一个筑基上去就是送菜是吧？但为了治好念坤，干了！号外！浩然峰常文师兄豪砸30万中品灵石，高薪雇人充雪莲峰笔的魁首。不止这个，我刚听说常文师兄找琼华峰韩耀东师叔担保，直接带了50万中品灵石，也太疯狂了！必须看热闹去啊！半天就来了16个圣子级别的化神境修士，30万灵石诱惑这么大的吗？果然，只要钱给够，人人都是牛马。居然有3位是百劫榜前50的妖孽，有钱真好啊！等这事完了，要不要雇几个圣子当保镖，睡觉都踏实。紫霄峰雷元武，幽冥峰萧厉，天剑峰剑九霄，你们3个留下。诸位师兄弟多谢捧场，这点灵石当来回路费，以后有机会再合作。每个袋子里整整100中品灵石。常师兄客气，以后有这种活直接找我，不用大张旗鼓。啥也没干就能拿100灵石路费，这种好事上哪儿去找？抱紧常文的大腿才是王道。圣子被刷了，居然还抢着留联系方式，这就是超能力吗？3位师弟，这里是10万灵石定金金，丑话说在前头，目标是封笔魁首的火种。击败雪莲峰圣子后，你们不许彼此内斗，同意就收下定金。本以为要竞争上岗，没想到直接全过了。没问题，那我们现在就去封笔赛场，咱们也去大比现场督战。大师兄借了50万灵石，第一时间就给了我。林渊、苏小满每人10万中品灵石，然后又给雷元武他们30万，加起来都60万了。难道他自己本来就有10万？那前不久又为何找韩萧借那1万啊？大师兄，我们浩然峰很富有吗？你才发现啊？那到底有多富呢？对啊，大师哥，一般般富吧，养你们几个肯定没问题。给了这3人每人10万中品灵石，系统直接返还给我300万，花不完，根本花不完。必有你个无赖！你弟子都这么有钱，之前还天天找我借钱。不过这孩子财不赖路都不懂，事后还不是得我来擦屁股。快看，常文来了，剑九妖也来了，他可是百劫榜第15，20年名次都没动过的妖孽。这下有好戏看了，圣子宁无双碰上硬茬了。剑九霄，天剑锋圣子，合体境1层的极品雷灵根。系统评价：以覆灭太虚剑门为人生目标的9件事。我去，合体境，我还以为是化神巅峰，藏得够深啊。3位，你我同为圣子，分出胜负不知要打到何时，不如我给每位20万灵石，3位就此退走如何？我去，60万灵石说拿就拿，宁无双为了火整是真下血本啊！糟了，我怎么没想到这招？他们要是同意退走，就麻烦了。无双兄说笑了，我既收了钱，就要办事，岂有退走的道理啊？不错，我辈修士脸面为重，此时退走，日后又如何在宗门立足？萧烈兄呢？别看我，我也不走。讲诚信，不愧是圣子。可以啊，3位都挺有原则，倒是省了我不少事。既然敬酒不吃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这3位气息同样是化神巅峰，赫然也是3位圣子。他反转啊！宁无双也叫了人，4打3，这下悬了。行啊，还留了后手，火种对他果然很重要。怎么皱眉了？真以为什么阿猫阿狗都敢来我雪莲峰碰瓷吗？身为雪莲峰圣子，说话这么难听的吗？常文，我本想给你留颜面，是你自己不识抬举。真当浩然峰大师兄是什么人物了吗？
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你我素不相识，我何时招惹你了？你花钱雇打手闯我雪莲峰大比，就是打我们的脸。我身为圣子，雪莲峰的脸就是我的脸，这还不算招惹吗？那你想多了。封比本就不限制参赛人员，我以何种方式参加都没坏规矩，何来打脸一说？况且我来只为九阳真凤涅槃火种，不是冲你，你未免太把自己当回事了。强词夺理，一个筑基境的垃圾，就算找了打手，也别想在我雪莲峰翻起风浪。现在该跟你们算算账了，接单子也不看看是谁的地盘，一群蠢货。要开始了，圣子大战！慢着，正精彩呢，打断干嘛？我去，又来13位圣子当拿手啊！一共16位圣子，常文这是要把雪莲峰的天掀了吗？超能力，这就是超能力吗？浩然仙宗10万年独一份啊！不对啊，他不是只借了50万吗？哪来的钱雇这么多人啊？同时雇佣16位圣子，也就是160万中品灵石，这样的价值就只是为了给我治病。大师兄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你们13人也是他雇的吗？自然。不可能，你明明只借了50万灵石，怎么雇得起这么多人？我是借了50万，但我还可以再借啊。韩师叔，再借我200万灵石吧。再借200万，我愿称常文为借贷仙人。一个敢借，一个敢给，琼华峰主疯了吗？怕什么？常文是浩然峰画事人，不可能跑的。白赚利息不香吗？每人10万，辛苦各位了。借来的灵石就这么随手发了，你是真不把灵石当钱啊？幸好当初留了传讯符，10万灵石啊，写着。啊，16打4，这还打个屁呀！直接颁奖吧。常文，你雇这么多打手，就不怕还不起贷款，落得风破人亡的下场吗？怎么，刚才一口一个筑基垃圾阿猫阿狗，小词儿一套一套的，现在就怕了？气死老子了！打又打不过，说又说不过，今天这人是丢到姥姥家了。诸位，此时不动手，更待何时啊？我先来。先什么先？一起退上。可以。这就结束了，也太快了。还以为你有多少本事，没想到这么不经道。狠话是我放的，架是我输的。今天过后，我雪莲正子的脸往哪搁？敢问这位裁判长老，封笔至此结束了吗？长老，请替我等做主。今日若让他们安然退走，我雪莲峰还有何面目在浩然仙宗立足？既然胜负已分，那封笔自然算结束。吴长老，无双，平时老夫怎么教你的？凡事要沉得住气。16位圣子气颜面于不捐，被金钱所驱使，咱们可不能跟他们一般见识，免得失了身份品位，把所有圣子都拉下水，既给无双台阶下，又能把这事轻轻接过，完美。感谢各位远道而来，老夫还有要事在身，恕不远送。等等，既然封笔结束，那魁首奖励理应当众颁发，长老不会忘了吧？此次封笔为雪莲峰盛世，老夫身为裁判，负责封笔期间事宜，当然不会忘记发放奖励。这老狐狸，嘴上说没忘，却半字不提什么时候发，摆明了想拖呀。年轻还在虚弱期，多拖一天就多一分危险。今天就算掀了这雪莲峰，火种我也必须拿到手。既然没忘记发放奖励，那为何现在还不发呢？我去，居然敢当众硬杠裁判长老，这常文也太猛了吧！本以为怼圣子就够牛了，现在连长老都不放在眼里。封笔奖励不是凡物，老夫得回去核实一番，最少也要个3、5天吧。往届封笔奖励也要核实3、5天吗？你在质疑老夫吗？并非质疑，而是确保我的权益。我只是想早些拿到奖励，离开这里。魁首奖励非同凡响，价值巨大。若老夫不仔细核实，出了事谁负责啊？九阳真凤涅槃火种乃是成品，核实只需1眼，何须3、5天时间？这小子还真敢说！既然你撕破脸，那就别怪老夫耍赖了。谁跟你说
魁首奖励是九阳真凤涅槃火种了？谁跟你说魁首奖励是九阳真凤涅槃火种了？火种本就是给无双准备的，要不是其他……好家伙，搁这跟我玩偷梁换柱是吧？这老东西是铁了心要把火种私吞给宁无双。既然你不讲规矩，那就别怪我给你上一课，什么叫才艺。在场雪莲峰弟子有一个算一个，只要你们能作证，九阳真凤涅槃火种是魁首奖励，便可以在我这儿领取10块中品灵石。内封弟子和亲传弟子作证，可得500中品灵石。先到先得，过期不候。一年俸禄才1000灵石，做个证就拿500，傻子才不来！兄弟，你去不去啊？不去把刀袍脱下来，进来穿，我找财神爷领钱去。还是低估这小子了，居然直接拿钱开路，把事情闹这么大。再藏着火种，雪莲峰脸都要丢尽了。长老，事实胜于雄辩，这些人都是你雪莲峰弟子，都能作证，奖励就是九阳真凤涅槃火种。你身为长老，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，该不会还舔着脸现狡辩吧？该不会还舔着脸狡辩吧？你们，哼！九阳真凤涅槃火种是老夫所寻，本就是给本峰圣子准备的，不能给你。但老夫也不至于欺压小辈，奖励老夫自会折算成同等价值物品发放给你。这位长老，你要是咬死说火种不是奖励，我还高看你2眼，怎么现在直接明抢耍赖了？随你怎么说，但今天这九阳真凤涅槃火种，老夫必须留下。想要折算奖励，老夫给你；不想要就请便。仗着权势为所欲为，真是好手段。诸位，你们也看到了，裁判偷梁换柱，罔据秩序，还想强行将我赶走。可恨我实力欺微，不是他对手。如果有谁愿意为我讨回公道，我愿奉上100万中品灵石作为袍酬。我没听错吧？这是雇人打长老吗？疯了吧！弟子雇人打长老，仙宗10万年历史里都没这先例啊！我们好歹也是圣子，见了长老都得恭恭敬敬。他倒好，直接悬赏揍长老，这已经不是猛了，这是疯了！花100万灵石打长老，他是真疯了还是假疯了？雇人打我，他一个筑基小弟子，居然敢雇人打我一个合体巅峰长老，这世界是疯了还是我没睡醒？哼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100万灵石是不少，但谁敢为了这点灵石得罪我一个10权长老？我就不信有人敢接。合体巅峰长老敢接这活的，起码也得是同境界甚至更高。看来100万确实不够，那就加价，200万中品灵石。200万，我这辈子都赚不到这么多，他是不是疯了？疯什么疯？人家是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拿到火种。我看今天这事儿没完。200万中品灵石，他到底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？我们之间的因果究竟是什么？四师兄，如果小满遇到这样的情况，大师兄也会给小满花这么多钱吗？不知道，大师兄就在那儿，你怎么不去问他？女孩子会害羞的嘛。四师兄真是块木头。韩耀东和韩潇怎么来了？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，拿灵石吧。我哪是图这200万灵石，我盯着的是浩然峰。接下这单，他肯定还得找我借贷。等他欠的债还不上了，浩然峰还不是手到擒来，既能赚灵石，又能占山峰，我真是天才。暂时拿不出，再借200万可行？正好顺着他的意借贷，免得他起疑心。反正等我投资返利到手，这点钱根本不算事。好，那这么算来，你已经欠老夫450万中品灵石，到期后老夫自会找你去取。有系统在，450万算什么？这小子怎么一点都不慌？欠了这么多债，跟没事人一样。难道还有我不知道的底牌？我去，峰主都下场了。前几天韩耀东还针对长文呢，现在直接合作了。超能力真的可以为所欲为是吧？九阳真凤涅槃火种本就是魁首奖励，如今你见魁首不是你封生子，便想偷梁换柱，怎么说也是老一辈，这么做有些不地道吧？没想到长文真能过来封主，这里究竟是浩然仙宗还是雇佣部门啊？韩师姑，我也是为雪莲峰着想。老夫时间宝贵，少跟老夫来那套。现在把奖励拿出来，老夫就此退走。若是不拿，就别怪老夫揍你。我去，这老头虽然心机深，但办事是真帅啊！还请峰主出面主持公道。啊！峰主对峙，居然真的看到峰主对峙了！事情经过本座已知晓，是你做的不对。你虽为雪莲峰着想，却也不能坏了规矩。九阳真凤火种本就是魁首奖励，自然谁是魁首就颁发给谁。峰主，
可九阳真凤火种能助无双提升体质啊，给了长文岂不是暴殄天物吗？你这赖皮狗，怎么公然犬吠？我师妹被阴煞之气侵煞，九阳真凤涅槃火种正好能治她的病，怎么能算暴殄天物？怎么不算？资源要优先给资质强的人。你身边那个丫头凭什么？往小了说，这是浪费资源；往大了说，这就是耽误宗门未来。你承担得起吗？呵呵，你半天不说话，我还以为你是哑巴呢。怎么现在你们封主来了，腰杆就硬了？原来堂堂雪莲峰圣子就是个狗仗人势、见风使舵的废物。我看把火种给你，才是真的浪费资源。算什么东西？浩然峰都快要被接管了，你还拿鸡毛当令箭？说到底，你就是个筑基境菜鸡。1年后，浩然峰就会被接管，我等着看你笑话。看我笑话？刚才你被3位圣子按在地上打他的时候，怎么不敢说这话？现在反倒叫唤起来了，还说自己不是狗仗人势。雪莲峰祖师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九霄师弟，我刚才与雪莲正子交谈一番，心中很是不爽。要不你教教他怎么做人，价格另算。可以。与我一战。一个敢出钱，一个敢出力，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，离谱到家了！不是哥们儿，当着封主的面说这些，真当雪莲封主是空气啊？人家封主肯定会出手的。封主，这您都不管管吗？人家都骑到我雪莲峰头上来了。管什么？管你们强词夺理吗？怎么会？封主居然不偏袒我。雪莲峰向来以信云为先，是你们自己做错了事。念在你身为圣子有过贡献的份上，本座暂且饶过你。但裁判长老位居要职，却犹如雪莲峰生命，撤去长老位，罚撕过牙，面壁半年。将九阳真凤涅槃火种拿来吧。我去，这也太铁面无私了吧！本来雪莲峰风评都要崩了，这波直接拉回来了。颁发魁首奖励后，雪莲峰比就算结束。若你与圣子有恩怨需要化解，需谨记浩然宗规。不得对同门下杀手。火种到手了，但宁无双这小子3番5次挑衅，不揍他一顿，我心里不舒服。你先出招吧，免得别人说我欺负你。拜接榜我只比你低15名，实力差距微乎其微，你居然让我先出手，简直是奇耻大辱！你们就慢慢打吧，我要带念青治病去了。雪姨，念青不会有危险吧？难说，我能做的也只是在解药关口保住他性命，至于融合成功与否，还得靠他自己。那便辛苦雪姨了。这里面有10万中品灵石，雪姨拿着吧。你哪来这么多灵石啊？保密，总之不用担心我。这孩子真孝顺，可比你那无赖师傅强多了。小满、林渊，我只有你们了。陈长生办事去了，楚星河回道封了，念气闭关了，现在能投资的就剩这俩了。不过没关系，轮着投就行，不耽误返利。大师兄，小满花不完。自从来了浩然峰，大师兄天天给我零食，现在都10万多块了，乾坤袋都快塞不下了，找件衣服都得翻半天，太麻烦了。之前看大师兄给沈师姐花钱还有点吃醋，现在不吃了，吃不下，根本吃不下。傻丫头，钱是安身立命的保障，怎么能嫌多呢？拿着。有钱也是一种苦恼啊。还贷迫在眉睫，小额投资太慢了，直接梭趴一把大的。傻丫头，看见那只灵鸡了没？天还没亮就咯咯叫，吵得人睡不着。你花不完，就可以拿灵石扔它呀。对哦，你给苏小满投资30万中品灵石，触发返还，恭喜你获得500年修为。我去，出货了！呼吸间便是500年沧海桑潭，这修仙盛世，当有我长文一席之地。你的修为怎么回事？解开了些许体内封印罢了。把这枚隐息丹服下，别到处显露修为，惹出麻烦。有任何不适，第一时间告诉我。现在看上去就像是筑基期修为了。你好好修炼，我先回去了。来，小满，接着扔，别省着。大师兄，小满才扔了10几个，你又拿来30万灵石，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丁，你给苏小满投资30万中品灵石，触发返还，恭喜获得4品防御宝物9龙在天混沌宝甲。
又出货了，今天这是欧皇附体了吗？4品宝甲，合体境都打不死的宝物。不对啊，我要灵石环带啊，给我保家有啥用？大师兄，小满现在连扔碗都成奢望了，太多了。别一个个扔不准的，这样一把一把来。大师兄，如果我把扔灵石练到精通，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吗？绝对可以。嘿嘿，那我去练啦。丁，你给苏小婉投资50万中品灵石，触发返还，恭喜获得地品功法冰火阴阳诀。不是吧，童子，我要灵石啊！400多万贷款等着还呢。地品功法是很牛，但他不能当钱还债啊！真是旱的旱死，涝的涝死。不行，换个人试试。元儿，拿着灵石随便吃随便造，别跟我客气。多谢大师兄，来舔一个。去，少来这套。你给林渊投资50万中品灵石，触发返还，恭喜获得100年功法感悟。又出货，系统你是跟我有仇吗？我要保底灵石啊！投了160万，全是稀有奖励，我就要个保底，有这么难吗？最后一把了，系统给点力量，保底。你给苏小买投资5万中品灵石，触发返还，恭喜获得500万中品灵石。还好系统没在关键时候掉链子，小命保住了。长文失职，贷款准备的怎么样了？韩师叔来的正好，本金450万，算上利息一共485万，您清点一下。你怎么能在短短几天就凑齐了利息？怎么，韩师叔是觉得我还不上吗？没问题，师侄信守承诺，甚好。以后若再需灵石，尽管找师叔开口。还想打浩然峰的主意，门儿都没有。无债一身轻，爽。听说你要去道峰论道大会吗？老三楚星河要参赛，我过去给他撑场面。论道大会不比雪莲峰比，水深得很，你少去雇人，真惹恼了哪个峰主，有你苦头吃的。知道了，雪姨，我有分寸。还有，你如今名气大，各峰都盯着你，少惹是生非。真受了委屈，传讯给我，我给你撑腰。多谢雪姨。念青，别动，是好事。这还是我那个娇弱的小师妹吗？雏鸟展翅，原来她本该这么耀眼。沈念青，境界金丹10层巅峰，体质从极阴体进化成了阴阳圣体。金丹巅峰，这么牛！竟然是阴阳圣体。雪姨，阴阳圣体很厉害吗？当然厉害，圣体榜排行第2，仅次于荒古圣体。放眼整个修仙界都数不出几个。浩然峰这下是真的要崛起了。侄儿，跟你商量个事儿呗。不给。此事恐怕由不得你。浩然峰，怎么可能？这简直是牛粪上开捉鲜花呀！碧游这一手玩的真绝，藏了个圣体弟子，直接把所有人都套进去了。算了，先为他护道吧。大师兄，气色好多了，恭喜。见过林叔，见过各位叔叔。不必多礼，小丫头，你既是碧游师妹的徒弟，便是老夫的侄女，不如以后暂居我天虚峰如何？天虚峰规矩太严，会把孩子憋坏的。来我瑶光峰，逍遥自在，心灵自由。你要这么说，我裴来峰还能天天带他出宗增长眼界，来我这才是首选。丹峰主驾到，通通闪开，来我丹峰吧，弹药管够，当糖豆子吃。别扯那些没用的，就该来我拳佛。好了，别争了，小丫头，你自己选，想去哪个峰啊？师叔，我想留在浩然峰。不行，你资质逆天，留在这里苟且数日，不仅是对自己不负责任，更是浩然仙宗的一大损失，绝对不行。既然如此，便由我负责他的修行吧。他可以在我雪莲峰进修，各位想培养他，只管把资源送过来，我统一登记。将来他成长起来，自会记各位的人情。此法可行，就这么办。好，就这么定了。小丫头，你安在雪莲峰修行，缺什么少什么，尽管开口。多谢众位师叔。我丑话说在前头，培养归培养，1年后浩然峰该接管还是要接管，别想靠这个蒙混过关。师叔放心，1年后若我完不成约定，不用各位动手，我亲自解散浩然峰。
那我也先回雪莲峰了。等你稳固好境界，回原先的洞府便是。我自会指点你修行。多谢师叔。这个你拿着，说不定对你有用。冰火阴阳诀，大师兄，这是什么品阶的功法？什么品阶不重要，合不合适才最重要。我融合了九阳真凤涅槃火种，体内真气已化阴阳二气。这部功法主修阴阳之道，跟我真的好合适。大师兄，你一个筑基期的大师兄，怎么会有这种级别的宝物？秘密？还是小满和林渊好啊，给东西就拿着，啥也不问。他身上到底藏着多少秘密？还有那道缠绕我的因果线。罢了，顺其自然吧。光顾着高兴，把这茬忘了。没办法，自己的师妹自己宠，总不能让她睡露天吧？听说了吗？剑九霄拿了长文的灵石，追着宁无双打了12天，从雪莲峰干到北海，宁无双求和都不好使。狠还是长文狠啊！有钱真的可以为所欲为。哎，你们听说没？太虚剑门要来参加咱们的论道大会。什么？那帮死对头居然敢来，肯定是来砸场子的。太虚剑门可是浩然仙宗死敌，两宗互相厮杀数万年，早已发展到不死不休的地步。这次道风论道大会，太虚剑门不请自来，肯定来者不善。罢了，还是先专心修房子吧。搞定，后天就是论道大会，正好赶得及。怎么全是包底？该出货的时候不出，不该出的时候瞎出，邪门了。这谁家小孩？中品灵石说扔就扔，跟灵石有仇啊？不对劲儿，扔了半天也没人捡，他们真不要了吗？师兄，这些灵石你们真不要了？拿着玩吧。队长，有人带大批人马闯山，看架势是来搞事的。什么人敢在道风撒野？怎么是这位祖宗？宁去禁地面壁，不惹浩然长闻啊！常师兄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您这是？没看见吗？他在修炼。修炼？扔灵石修炼吗？无敌天下，不一定非要本事傍身，平易近人也可以做到。平易近人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懂了，这就是平易近神。全员集合，给常师公肃清上山道路。本来不想高调，既然小满玩得开心，那就顺势而为吧。多谢开路，里面的灵石给兄弟们分分吧。2000中品灵石，顶我们1个月俸禄了。什么浩然峰大师兄，这是我亲师兄啊！大师兄，上次的粽子我还没吃完，你怎么又带了？哭死！全天下也就大师兄最惦记我了。论道大会准备的怎么样了？还行，就是出了点小插曲。本来只是道风内部比试，前几天太虚剑门突然说要派人来，来者不善。道风嘱咐我们见机行事，保存实力。太虚剑门，他们到底想干什么？无非是来砸场子的，不过问题不大。论道大会第一，我势在必得。行，那我们明天就看你表演了。大师兄，你之前那笔贷款早就还了，这些你先拿着花，不够再跟我说。15万，这太多了。大柱，今天正好人都在，跟你们说清楚，以后我给你们东西，你们就拿着，
不用跟我客气，努力变强就是对我最好的回报。唉，可惜星河不是女儿身，不然定以身相许。我吃饭呢，别恶心我。确实是悟道的好住处，这帮老家伙是真会享受。韩师叔，这小子能还清450万灵石，应该是碧游仙子在暗中撑腰，想独占浩然峰是不可能了。且等1年后参悟大光明经失败，再做打算。常师弟，我是道峰的执事，论道大会少说要开10天，光看着难免乏味。我们特意开设了赌盘助兴，不知师弟有没有兴趣玩2把呢？怎么个赌法？就是下注赌魁首，名单上都是热门人选，大会开始就会封盘。星河这次竞争对手有7位，6位赔率1比5，还有位赔率1比2。我现在手里只剩10万灵石，全压星河，赢了就是50万，再滚一回投资就是500万灵石巨款。我压楚星河10万中品灵石。好嘞。诸位远道而来，老夫在此谢过。现在，老夫宣布，道峰第1988届论道大会正式开始。排场是真足啊！这老登是什么来头？求道，道峰峰主，系统评价经典古板。大成境9层的高手，好感度竟然有60。听闻道峰举办论道大会，老夫不请自来，不知可否给本座备个座啊？太虚剑门宗主空剑，他居然亲自来了！我的天，旁边那个是太一，北荒年轻一辈第一人。太一横压北荒100年，咱们宗门年轻一辈没人是他对手，这脸怕是要被打弓了。这群人就是太虚剑门的吗？空剑，太虚剑门宗主，系统评价：以遏制浩然仙宗发展为人生目标，并乐此不疲。又是位大成巅峰大佬，那他的弟子们呢？太一，太虚剑门圣子，系统评价：高歌猛进。合体境5层的混沌圣体，怪不得能稳居北荒人杰榜1。独孤问天，太虚剑门下任圣子候选人，系统评价：目空一切，傲慢张狂。金丹境不值得多看。南宫池，太虚剑门太虚峰圣女，系统评价：立志让太虚剑门与浩然仙宗和解，为之甘愿奉献一生。两宗都死仇几万年了，居然还有这种理想，简直比剑九霄想灭掉太虚剑门还离谱。既是远道而来，便入座吧。本座亲临贵宗，是给你们颜面。林忍定居然不来亲自接待，本座这颜面可是有些挂不住啊。不过本座向来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就不与你们计较了。哼，堂堂一宗之主，张口闭口都是颜面，当众阴阳怪气，实在有辱宗风。接下来，论道大会将分为2个环节，论论和武论，唯有文武皆为第一者，方有资格登顶论道大会，成为道峰圣子候选人。各位，开始通关吧。星河师兄加油！加油！星河师兄，你是最棒的！我要给你生300个猴子！星河这小子人气还挺高。常师兄有所不知，楚星河师兄在道峰可出名了，来道峰才11年，就从无名小修士修成了金丹大凶，已经是圣子候选人了。而且有小道消息说，峰主有意收他为徒，就等他这次夺魁，哪怕从浩然峰挖人也要挖过来。合着挖完沈念青挖楚星河是吧？浩然峰一共就6个人，经得起你们这么薅吗？都挖走我投资谁去？这文轮究竟是考验什么？光幕里面藏有咱们开封道祖的试炼，据说足足有1万多种大道法则，而这些弟子要做的就是引动大道法则的共鸣，引动的数量越多，给予其反馈的就越丰厚。原来如此。轮回第33世时，我曾听闻浩然星域有位道士毕生收集大道法则，想来就是这位道祖了。念青，你觉得你3师兄能引动几道法则呢？不好说，
大道万千，终归要找到自己的道，才能引动同频共鸣。而他的道，藏得很深。都等3个小辰了，还没人通过试炼。浩然仙门的仙苗，真是一届不如一届。狮子搏兔，意尽全力，这些都是浩然仙门的年轻翘楚，莫要轻视。也就他们那位阴阳圣体值得我高看2眼，剩下的全是土鸡瓦狗。那个叫楚星河的不一般，你未必是他对手。就那臭小子，我让他1只手都不可能打得过我，你开什么玩笑？哼，信不信由你。淘汰了上万人，只剩下这5人，也不知道这届论道大会能不能出点惊喜。再看看吧，万一祖师爷显灵，说不定真有惊喜。祖师都死好几万年了，上哪儿显灵去？我文论成功了，终于引动了3道截然不同的大道法则。楚星河最早进去，居然熬到了最后，不会真栽里面了吧？李自强可是求道封主的亲孙子，人如其名，非常自强。我感觉魁首多半是他。16色，真牛！不知道是不是星河。16色大道。好小子，16道大道法则共鸣，就说明有16位顶尖强者认同他走的路，道风终于后继有人了。咱们道风年轻一代，总算有个像样的门面了。老道士，恭喜恭喜！同喜同喜！恭喜！孙儿不可妄为，3道雷劫啊！连护体丹都不准备，就这么硬冲，这小子疯了吗？真是猛人啊，雷都敢这么往。以肉身硬扛3道金丹雷劫，勇气可嘉，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活下来。他绝对是你此行的强劲对手。我看不见得，下面还坐着一个呢。要是那人比李自强还厉害，问天待会儿怕是要挨揍。太一师兄也太小看我了，我可是太虚剑门元婴之下第1人，就凭他俩还想揍我啊？那再加上隔壁那位阴阳圣体呢？哼，阴阳圣体虽强，我的5行灵根也不是吃素的，我早已准备万全，你且看我怎么收拾他们。拭目以待。李师兄威武！李师兄威武！你这小子怎得如此莽撞？大劫难往往伴随大机缘，不试试怎么知道结果？楚星河怎么还没动静？到底是憋大招还是真不行了？谁知道呢？再等等看吧。我们倒是可以慢慢等，但太虚剑门宗主还在这儿呢，他们总不能真是来看论道的吧？肯定没安好心，我赌他们憋着坏呢。快看，太虚剑门宗主动了！灵宝定，都这个时候了，还不出来一剑吗？我说空剑，你舔着脸来我浩然仙宗也就算了，换老夫出来做什么？灵宝定，你好歹是一宗之主，怎得说话这般粗鲁？就不怕传出去闹笑话吗？呵呵，老夫说话粗鲁，也总比人面兽心好。你这老东西在自己宗门装装也就罢了，来了我浩然峰还人模狗样的，装上瘾了啊！没想到平日温文尔雅的宗主，还有这一面。看来2宗仇怨是真的深。哼，老夫今日可不是来跟你斗嘴的。前些时日，无量山有高级气运灵脉现世，这件事你应该知晓吧？高级气运灵脉，这么大的事，我们怎么一点风声都没听到呢？高级气运灵脉，
那可是能把荒地养成洞天福地的至宝，难怪太虚剑门宗主亲自来了。你这老东西，还有脸跟老夫提这个？那灵脉本是我宗行风冯主先发现的，你太虚剑门横插一手，老夫还没去找你算账，你倒自己送上门来了。就是，空见老匹夫，你好歹也是一宗之主，北荒有头有脸的人物，怎么说起话来脸都不要了？宣布改修了！宗主不能给，高级气运灵脉是我们先发现的，凭什么给他们？看来上到宗主，下到弟子，每一个不恨太虚剑门的，这凝聚力也太吓人了。老匹夫，高级气运灵脉的事你想都别想，信不信吾等让你走不出浩然仙宗？不错，真当我们老哥几个是吃素的？早知道你们会是这副德行，你们以为老夫没有准备吗？我操！近100位大成境的高手，太虚剑门这是不过了吗？空剑，你这是打算硬抢吗？强行抢夺倒谈不上，我只是来表明态度。灵脉虽有你们先发现，但天地灵物本无专属归属。倘若你们执意独占，不肯与我两宗公平相争，那老夫身后这些师兄弟现在就去无量山会了他。就是，天生地养的无主之物，凭什么先发现就是你的？大成境群战，恨古未有啊！真打起来，浩然仙宗还保得住吗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灵脉虽好，还不值得两宗死战。正巧你们论道大会还没结束，不如老夫添个彩头，让小辈们决定灵脉归属如何？太一可是蝉联人界榜99年的怪物，我们这边谁能打得过呀？哈哈哈，不用这么紧张，老夫不会让太一欺负你们。设3场比试，对手分别是太一、南宫池、独孤问天，你们可以派同境的弟子应战。他们3人每人可接3场比斗，只要你们能赢下其中2人，就算你们赢，3局2胜，胜者拿走高级气运灵脉，如何？这老东西凭什么觉得那2人也能稳赢3场？也太狂了吧！里面肯定有诈。怎么，堂堂浩然仙宗，莫不是连能拿得出手的仙苗都没？还是说被太一吓碰了胆，3局2胜都不敢接？若真是如此，就乖乖把高级气运灵脉交老夫吧，省得浪费时间。你，弟子李自强，愿代表金丹境修士为宗门一战，还请宗主准允。李师兄好样的！天虚峰全真子，愿为宗门一战。愿为宗门一战。轮回99世，从未见过凝聚力这么强的宗门。这就是宗门底蕴吗？也太燃了！林宝定，你宗弟子都跃跃欲试了，你这个宗主怎么还婆婆妈妈的？呵呵，既然你们不怕丢脸，老夫便成全你们。就按你说的，小辈决斗定灵脉归属，浩然仙宗弟子愿意出战。迎战！迎战！迎战！第1处战场是李自强与独孤问天的比拼，第2处是南宫池和浩然仙宗元婴境第1人江城的战斗，第3处则是太一与全真子的打斗。全真子师兄虽强，但估计很难打得过太一的混沌圣体。这局有点悬啊，太一那场多半很难赢，但剩下2场必须拿下。我没看错吧？江师兄被一招秒了，那可是咱们宗元婴境的第1人啊！童静姐怎么可能瞬间被打败？完了！林宝定，你们这届弟子不怎么样啊，连我宗圣女一招都接不下。不过没关系，输1场而已，你们还有2次机会，下次派个强点的，别让水货上来浪费时间。林师兄，现在怎么办？那小丫头太诡异了。沉住气，她是极品火灵根，可刚才那火光不像灵根所化，更像天地异火。异火？对，在所有火种里，异火是最为霸道的火种，应天地灵运而生，一缕火光便能焚干大海，威能莫测。先别急着派人，想想对策，绝不能让他再赢下2局。这是要把浩然仙宗按在地上回擦呀！
浩然仙宗土鸡瓦狗耳，还有谁敢与我一战？太憋屈了，这狗东西也太狂了。可李师兄都败了，我们上去也是送菜啊。本以为浩然仙宗有点水平，没想到全是滥竽充数之辈。我看你们改名叫滥竽仙宗算了。问天，别这么说，浩然仙宗好歹也是个一流宗门，总得给人家留点面子。3场全败的话，未来数千年，浩然都要抬不起头了。这是楚星河出关了，我当是谁？原来是你这装神弄鬼的家伙。李自强都败了，你又能翻起什么浪？正好一并收拾了，让太医看看到底谁才是元婴之下第一人。三师弟这架势，怕是要搞个大的。我操！什么东西？谁能告诉我那是什么东西啊？566、567、568，别数了，是万道共鸣。我操！16大道法则打不过太虚剑宗，那我们现在直接引动1万道，阁下又该如何应对？我想破脑袋也想不到怎么输啊！不是说我们浩然仙宗滥竽充数吗？不是说我们土鸡瓦狗吗？现在你们还能叫得出来吗？万道并立，谁与争锋？5层金丹雷劫比刚才的雷劫还凶，楚师兄能扛得住吗？数万年来，有多少天骄死在雷劫之下？楚师兄这次什么都没准备，不会真扛不住吧？3，一个字就把雷劫劝退了。雷劫是他家亲戚啊！这小子是什么怪物？5层雷劫说没就没，这还怎么打？万道共鸣，1万位远古强者的认可，这不可能！空见老狗，刚才不是笑得挺欢吗？接着笑啊！哼，还没开打就急着庆祝吗？别到时候中看不中用，反倒沦为笑柄。这就不劳你操心了，让你家那小子洗干净脖子，等着挨揍就行。就算赢一场又如何？3局2胜，你们有人能赢下第2场吗？是啊，南宫池那边还没人能挡，要是有人能治他就好。刚刚是谁说浩然仙宗土鸡瓦狗啊？说得好，楚师兄牛逼！哼，装神弄鬼，不过金丹巅峰也敢在我面前放肆！王，这怎么可能？你的实力配不上你的口气。星河师弟牛逼，狠狠打他脸！刚才不是说我们土鸡瓦狗吗？你连土鸡瓦狗都打不过，你算什么？太虚剑门改名吧，土鸡瓦狗不如剑门挺适合你们。空见老狗可真会预判，还没开打就知道你家弟子只会花拳绣腿，老夫佩服啊，佩服！欧阳师弟此言差矣，人家远道而来，专程给我们演笑话，咱们得客气点。你们高兴得太早了，3局2胜才赢1场而已，有什么可得意的？是啊，元婴战场江城被瞬杀，至今无人敢应战。怎么还都没人敢迎战我们的弟子南宫池吗？莫不是浩然仙宗打算直接认输了？浩然峰楚星河，请战元婴。我没听错吧？金丹挑战元婴？疯了！楚师兄这是要直接跨一个大境界啊！大师兄、3师兄他能行吗？你3师兄从不做没把握的事，放心。星河不可，元婴对战自有旁人解决，你万万不可莽撞。是啊，你身负浩然未来，要是道心碎了，那可比丢了灵脉严重100倍。你能为宗门着想是好事，但也要量力而行。等你日后突破元婴，再把场子找回来也不迟。众位师叔放心，我自有分寸，还请师叔准允。骂我可以，骂浩然不行。更何况这气运灵脉我要定了，把灵脉埋去浩然峰，大师兄也能受益。若我能赢下此战，高级气运灵脉可否划归我浩然峰呢？合着我们在这儿担心你道心，你倒好，直接盘算上灵脉了。不愧是少年人杰，口气就是大。林保定，你们几个越活越回去了，还不如个年轻人有胆量，让他上啊！就是，让我们开开眼，看看他口气配不配得上实力。罢了，准你出战，切记保命为先。楚师兄竟真的与元婴巅峰的南宫池打得有来有回，丝毫不落下风。我跟他之间的差距竟然这么大！万道争锋，
唯我独尊。这就是当初睡杀江城的招数！我的天，这火能烧穿空间！是异火，传说中毁天灭地的天地异火，楚师兄小心啊！他只是储存了异火，并未完全炼化，发挥不出全部威力。念青，若是你对上南宫池，有几分胜算？6成。现在南宫池没将异火完全炼化，并不能完全发挥异火威力，在不动用禁忌手段的情况下，我有6成把握能赢。如果动用禁忌手段，则是10成，只不过那样会暴露我轮回99次的身份，不值得。6成，那星河应该也有应对之法。这是什么东西，竟能挡住异火？管他什么东西，唯有此等风姿，才配叫绝世天骄啊！楚师兄已经具备与元婴巅峰鏖战之力，这可是足以载入史册的一幕，无需任何言语修饰。太虚剑门的，你们还有什么话说？此子天赋太过恐怖，成长起来必成大患，绝不能留。急什么？能挡住异火，不代表能赢。池儿的底牌还没出了。哈哈哈！祖师真的显灵了，先是沈念青，再是楚星河，双喜临门呐！弟子林抱定敬告诸位祖师，吾浩然仙宗后继有人矣。三师兄好厉害！的确厉害，有意思。长生大道漫漫，总算有了个像样的对手。没想到这小家伙如此厉害，以那无赖师傅挑人的眼光倒是挺毒。别看了，学医，给不了的。本座说要了吗？你不要更好。臭小子！不是说太医是北荒第一人杰吗？怎么被全真子师兄打成了这样？师兄，我境界低，看不明白，咱现在能清楚了吗？急什么？这才刚热身，真正的战斗现在才开始。都这样了，还叫热身？太医靠的是混沌圣体，圣体榜第3的逆天体质，他到现在半分圣体之力都没动过。太医无徒，此时不出手，更待何时啊？师命难违，我要认真了。你不用圣体与我连战这么久，已是仁至义尽，出手吧！若无圣体，你定是我修仙路上最强劲敌。可惜世上没有如果。此战过后，你认命吧。认命吗？或许吧。圣体之力，全真子败了，混沌圣体实在太无解了。输就输在圣体上，全真子已经拼尽了全力。整个北荒，怕也只有念青你能跟他掰掰手腕了。师兄，你辛苦了，赶紧下去休息吧。太医，你休要张狂，我们浩然仙宗人才济济，现在就由我来应战。与全真子交战甚久，肯定已经精疲力尽。若我们采取车轮战术，说不定能耗干，偷取一场胜利。请。浩然仙宗加油！浩然仙宗无敌！太医，你别太得意，现在还有我。这也太打脸了！北荒第一人杰，属实厉害。咱们浩然啥时候能出个太医这么变态的？星河师弟就是啊。同境界的话，太医指定打不过他。话是这么说，可星河师弟才金丹巅峰，修炼到合体得500-600年呢。可以苟个300-500年，等星河师弟和念奇师妹成长起来，北荒年轻一辈，谁还敢跟咱们叫板？300-500年，我怕我苟不到啊！来的时候做了18个传送阵，家底都掏空了。本来想压理智器赚点路费，结果全赔光了，回去都得靠走的。我去，兄弟你也太惨了吧！早知道压星河师弟了。别慌，我给你支个招。看见长文师兄旁边那小丫头没？她拿灵石当石头扔，你跟着她，能捡到一大堆。啊！都打3天了，真能熬啊！早知道这么久，高低带点灵石被褥过来。大师兄，3师兄好像停下了。如果我没猜错，你这异火名叫轮回圣炎吧？你是怎么发现何等隐秘，又被宗主联手长老掩盖了气息？他一个金丹修士，怎么可能认得出来？瞎猜的。我不信，你背后一定有高人指点。信不信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现在根本发挥不出他的全部威力。我接下来这招很强，你可要小心了。晚辈楚星河，
请诸位前辈意志再现。这是远古大能的意志。没想到他竟能引动万道意志，此子未来不可限量啊！这小娃娃真是给老夫整不会了。咱浩然真能产出这种妖孽吗？还愣着干什么？趁他蓄势，直接出手啊！轮回圣炎，天征地考。我的皮肤好疼好疼，看个热闹差点给我看死了。结界起！下回看热闹前必须揣几张护身符了，不然真容易把自己看没了。控真考奈何不了我，你真正的实力吧。烈焰焚天！给我这把老骨头都看紧张了。星河师弟赢了，这合理吗？一个金丹干翻了元婴巅峰，而且元婴巅峰还是带着异火的，管他合不合理，星河师弟牛逼就完了。对，太虚剑门，匹夫庶子耳，不足为道。不可能，南宫池身负异火，怎会败给一个金丹小辈？慌什么？池儿没那么容易败。宗主，难道圣女还有后手吗？后手谈不上，但那一招一出，太一也不是对手。还要打吗？再打下去，你可能会受重伤。你很厉害，假以时日，太一未必能碾压你一头。你想说什么？我时间宝贵，没工夫陪你闲聊。我接下来的招式很强，如果你不认输，会死的。你没疯吧？我没疯，今日之战我必须赢，你认不认输？从未输过，天塌下来有宗主他们兜着。再说大师兄就在这儿坐镇，我能出什么事？果真是轮回圣炎本体，第一次前所明显沉下。宗主亲手布的结界，居然要被烧穿了！异火这么猛的吗？不是所有异火都这么猛，这可是轮回圣炎。宗门史书上写了，它是时空法则的产物，天生就是结界的开星。这下星河师弟危险了。星河，异火非你能敌，速速认输！认输？不可能。本来打算以普通人的身份跟你们相处，奈何你们苦苦相逼。既然如此，我只好摊牌了。不好，有人要暗算我！此子天赋比天一犹有过之，断不可留。空剑，你给老夫等着！若这小娃有3短2短，我欧阳锋定召你太虚剑盟鸡犬不鸣！真不要脸！堂堂一宗之主，竟然对小辈下黑手！这老东西居然敢当众下死手！本来不想麻烦大师兄，是你们非要逼我的。大师兄，这回我顶不住了，你出手吧。啊，我吗？你凭啥觉得我能从空剑手里救你啊？不过身为大师兄，总不能说自己不行吧？先稳住他再说。师弟莫慌，你且全力防御，剩下的交给我。果然大师兄可以兜底，稳了。没冲破，怎么可能？我10成力的一击，怎么会被挡住？空剑，跟你打了这么多年交道，老夫还不知道你什么尿性吗？早在布置结界之前，老夫就防着你这老狗暗中偷袭，特意加了固。没想到你真敢出手，真是狗改不了吃屎。宗主牛逼！宗主万岁！偷袭失败，脸都丢尽了。不好，我本就没完全炼化火种，强行召唤早已透支心神，现在我控制不住了，快躲开！轮回圣炎，竟恐不入丝。糟了，林体定，看来此子命中该绝，连天都在助老夫。空剑老狗，你给老夫等着！你们维护结界，老夫救星河。
还好有宗主。林定定，你未免太过天真。老夫既然想杀他，你又如何能救？空剑，若他有3长2短，我林保定对天发誓，定叫你太虚剑门鸡犬不宁。老夫还真就不信你会因为一个死人与我太虚剑门开战。诸位师兄弟，谁想阻拦，全力出手便是。难道楚师兄也是必死之决？冷静，冷静。对面虽有大成，但我宗大成也不是吃素的。虽然我实力不高，但我的对手不是太虚剑门高层，而是九星河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大成之下皆为蝼蚁，那火浪连合体都能重创，他一个元婴进去就是送死，绝不能让他去。不用管我，好生在这里待着。众位师叔，还请撕开一道裂缝，让我进去。你不要！闭嘴！赶紧撕开！楚星河最多还能撑3、5秒，没时间耗了。常文疯了吧？元婴镜进去不是送人头吗？区元婴镜进去，不过是送人头而已。这就是轮回圣言真正的威力，好可怕！但我一点不虚。嘿嘿，大师兄说了会给我兜底的。大师兄，快来救我！大师兄也真是的，明明这么厉害，还跟我装凡人，一装就是20年。等等，怎么是元婴初期的气息？嗨，肯定是我家大师兄低调。大师兄都来了，我还用什么护盾？撤了。你有毛病啊！死了吗？常文刚才散发的是元婴镜波动，星河师弟都挡不住的火浪，他估计……我以前还觉得他只会花钱耍横，现在才发现人家是真的重情义，明知是死也要冲进去救师弟。换我可做不到。你们忘了雪莲峰那事儿了吗？他当时砸那么多灵石，根本不是为了耍威风，是为了给沈念青师妹抢火种治病啊！原来如此，咱们之前全看错他了，他绝对是个合格的大师兄。明知必死，何苦呢？可惜了，以后再也没人来找我借巨额贷款了。师姐，大师兄会有事吗？不知道，元婴镜怎么可能挡得住失控的轮回圣眼？他怎么就这么傻？大师兄如果有事，我就回家把我爹喵找来，把太虚剑盟的人全都吃掉，一个不剩。一个个慌什么？我和碧友早就在常文身上种下了禁制，除非大成巅峰亲自出手，否则伤不了他分毫。就是没敢告诉他，怕这小子飘起来横行无忌。那是什么？有能量波动，有人的地方才会有波动，他们会不会还活着？说不定是南宫池呢，他是异火护主，活下来很正常。好像有人在吸收火种能量啊！会不会是火种在炼化他俩，然后反哺给南宫池呢？能不能想点好的？有没有可能是常文他俩在炼化南宫池？是常文在吸收火种能量，吸收轮回圣言，这怎么可能？这小子挡在楚星河身前，像个黑洞似的把火浪全吸进去了。几个月前还只是筑基巅峰，现在不仅到了元婴，还能硬扛合体级的能量。难不成他也是个不世出的绝世天才？空剑费尽心机的想杀人，结果反倒送了常文一场大造化，真是活该。常文他们没死，而且他还在吸收异火能量，不仅挡住了合体级的火浪，还反过来把异火吸了。卧虎藏龙啊！咱们浩然仙宗这是藏了尊大佛，明明有这实力，还天天花钱雇人，也太低调了。等等，沈念青、楚星河、常文，他们全都是浩然峰的弟子。大师兄一直都这么强吗？10几年前他明明还是个凡人，体内只有1道封印，不仅突然到了元婴，还能吸收轮回圣眼，加上他随手就能拿出地品功法，我们之间的因果线到底是什么？说好的大家一起菜鸡互啄，抱团取暖呢？怎么大师兄突然比三师兄还厉害了？这又是哪冒出来的怪物？
浩然仙宗什么时候藏了这么多妖孽？本来想过来踩一脚挫挫他们锐气，结果先折了独孤问天，现在连轮回圣炎火种都要搭进去，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。宗主，火种与圣女的联系感应不到了。你当我瞎吗？还要你提醒我？不行，不能再硬来了。林鼎鼎他们肯定防着我再出手，再拖下去，火种的能量会被长文吸收的越来越多。林保定，此次比斗，我太虚剑门甘愿认输，就此为止，如何？早干嘛去了？现在知道认输了？哼，认输？你偷袭我宗小辈的账还没算，你认的哪门子的输？说得对，要不是宗主提前加固结界，星河早就遭了你的毒手，这笔账没完。长文失职莫慌，你接着吸，使劲吸，能吸多少吸多少，出了事儿老夫给你担着。没错，老夫倒要看看哪个不长眼的敢动你。宗主，轮回圣炎火种快被拉过去了，绝不能丢啊！那可是堪比地兵的镇门圣物。慌什么？异火至刚至阳，岂是随便就能吸收完毕的？时而已炼化一半，只要他全力操控，绝落不到那小辈手里。都怪我把大师兄的狗王身份给暴露了，以后他没法低调过日子，形势肯定处处受限，我得想办法弥补他。可大师兄是大成之上的绝世大能啊，什么宝贝没见过？我能拿得出手的，他肯定都看不上，头疼。浩然仙宗气运当真旺盛，本以为楚灵河已是绝世天骄，没想到还有更离谱的长文。元婴境吞扑异火，居然还没被浊化。浩然元婴第一人，该是他才对。你想干什么？有本事冲我来！你放心，我不会对他出手。啥情况？异火就算放在地州也会引起争抢，如今被大师兄吞服了，他难道不想抢回来？诸位前辈，两宗比斗，晚辈代表太虚剑门宣布，浩然仙宗胜。按照赌注，无量山高级气运灵脉自归属浩然仙宗，我太虚剑门绝不再插手。太虚剑门的人居然会认得这么干脆？哼，这些本就是我们应得的，现在说好话有什么用？要道歉也轮不到你，让你身后那老狗自己出来说。诸位前辈误会了，我既代表太虚剑门，我的话便是师尊的意志。是吗？空剑老狗是这样吗？哈哈哈哈！你也有今天，当初信誓旦旦来打脸，现在灰头土脸，往后你和太虚剑门还有什么脸面在北黄混啊？怎么不说话了？张嘴干嘛吃的？空剑老狗，有些事不是沉默就能掩盖过去的。你出手偷袭我宗弟子的账还没完，老夫奉劝你回宗时跟宗门弟子说声，以后出门时候小心些。你，我什么我？你下手的时候没想过今天啊？你不就是赌我们不敢拿全宗弟子性命开战吗？老夫还真就告诉你，若是你今天不给个交代，我们直接解散全宗，全部放养了。反正我们几个老家伙闲得很，到时候干点什么可就不好说了。诸位前辈，家师偷袭贵宗弟子，确是我太虚剑门不对。作为补偿，那颗异火种子，晚辈自愿赠与这位道友，还望诸位前辈看在此份上，平息此事。赠与，怕不是守不住了，顺坡下驴吧？非也，火种我已炼化一半，若我不愿，大可引爆他与这位道友同归于尽。正营家师行事有失公允，我才割舍火种作为赔礼，还望诸位前辈明察。这丫头其实说的有道理啊，真撕破脸打起来，咱们的山峰都会被削平。得不偿失，要算账也该打到他们家门口。等这事了了，老夫亲自去堵太虚山门，把这口气连本带利讨回来。不堵得他们不敢出门，老夫誓不罢休。先答应这小丫头放他们回去，等他们走了，欧阳师弟再去了却个人恩怨，名正言顺。对，个人恩怨。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老夫便答应你。丑话说在前头啊，若老夫前去无量山看见太虚剑门弟子，可别怪老夫手下无情。前辈放心，太虚剑门说到做到，若无他事，我们这便告辞。去吧，空剑，堂堂一宗之主，还不如个小娃娃明事理，赶紧滚吧。
还有几月后的浩然盛宴，你就别来了。我浩然仙宗的规矩，太虚剑门于始，不得入内。浩然盛宴乃北荒盛事，老夫岂能不来？恩怨归恩怨，脸面归脸面。老夫身为北荒化作人，岂有缺席之体？10年才一次，错过太可惜了。你脸皮怎么比城墙还厚？都说了不让你进，还非要凑上来，要点脸行不行？阴阳圣体、楚星河、长文，这么多妖孽扎堆，老夫拼着脸面不要，也得探清楚底细。这老东西，等长文出关，老夫非堵到他太虚山门去，让他知道什么叫死亡缠绕。我去，长文师兄他还是人吗？2条胳膊2条腿，是人啊！可我境界比他高，怎么看着他莫名觉得自己很渺小？绞杀生云，天降祥光，这是天火一之子吧？等等，他好像才20多岁，20多岁的元婴巅峰，我不信！周青组织170岁成元婴，都被称绝代人杰，他直接把记录缩短了快9倍，这还是人吗？以前觉得浩然峰最狠的是楚星河和沈念清，现在才知道，藏得最深的是大师兄啊！我当初都干了些什么？长文找我借贷，我居然帮着韩耀东算计浩然峰，我真是脑子进水了。要是当初跟他打好关系，现在岂不是抱上金大腿了？相当于揣了块免死金牌。等他渡劫成功，我得赶紧背上厚礼去赔罪。完了，以后浩然峰最菜的就只剩小满了，大师兄都不知道装一下，照顾小孩子的自尊心。没事的，小师妹，我也很菜。可是四师兄长得好吓人，小满不爱和你玩。我只是长得凶而已，我有什么错？还是大师兄好，整个宗门只有大师兄把我当人看，贷款都要让我吃饱饭。20多岁的元婴境必然是体内有封印，可他怎么几天就能炼化异火种子？要知道异火就算是大成境炼化都要数年，他短短3天就全炼化了，还连跨10个小境界。难道大师兄真是大能转世吗？哎，我说这小子怎么做到的？炼化异火，连老夫都没10成把握。会不会是碧幽师妹给他留了宝贝？不然300年之约，碧幽师妹怎么会放心全交给他的？可当初浩然峰解散，资源不都分了吗？碧幽师妹哪来的家底？碧幽师妹常年在外闯荡，就不能赚点外快吗？老夫怎么突然有种负罪感？当咱们合伙接管浩然峰时，碧幽师妹却在全力培养徒弟，老夫真是该死啊！好端端的非要听你们接管浩然峰。哎，你说这话老夫就不爱听了。什么叫你听我们的才接管浩然峰？老夫当时还持反对意见来着，也不知道是谁怂恿老夫说将浩然峰合理规划利用。没记错的话，就是你吧，打铁的。我说你这老东西怎么血口喷人？老夫当时可没搭理你啊！放屁，就是你，老夫记得清清楚楚。行了，都别吵了，提防太虚案件伤人要紧。哎，你们说，要是把南宫池绑来，让长文把他体内剩下的4颗火种都吸收了，他能到什么境界？我们可是名门正道。可是真的很好奇呀。他真是人吗？我花了30年，在宗门协助下才炼化1半火种，可他只用3天就全部炼化了。此子比楚星河还逆天，假以时日，连太医都未必压得住他。有趣的对手。原来我之前的狂，在真正的天骄眼里，不过是跳梁小丑罢了。不用灰心，这小辈虽然厉害，但10层元婴劫也并非浪得虚名。想当年老夫渡元婴劫时，在做足准备的情况下，还差点被劈死。他不可能从容应对的。哼，最好直接被劫雷劈死，永绝后患。雷公电母，咱们往日无怨，近日无仇，不用这么狠吧？随手就是10层元婴劫，我实在想不通怎么活。但拥有系统的我，最次也是个主角，不能就这样被雷劈死吧？拼了！喂，你干嘛去啊？我还指望你挡雷呢，你这时候跑出来让我硬扛啊！原来你是去帮我挡雷的，错怪你了。这，那小子周身的气息竟又出现上涨迹象。哼，不看了，走！此子必成大患，必须立刻回宗商议对策。下次再见，绝不能让他再成长下去。赢了，我们真的赢了太虚剑门！本以为这次论道大会平平无奇，没想到惊喜一个接一个。天佑我浩然仙宗！纠正一下，是天佑浩然。长文师兄，星河师兄，念青世界横空出世，浩然峰要卷土重来了。以前总觉得浩然峰没落了，现在才发现，人家只是低调。
以后北荒谁还敢说我们浩然年轻一辈尽是土鸡瓦狗？打铁的，你看老夫这身行头怎么样？头发没乱吧？没乱，没乱。快帮老夫也看看。这还是咱们宗的暴躁二老吗？改名叫慈祥二老吧。哎，咱们道风还真是人杰地灵之地，竟能生出此等绝代双骄。老道头，你要点脸吧？他俩是浩然峰的，跟你道风有啥关系？哼，没有我道风的论道大会，你们能发现这2块金子吗？再说了，当初要不是我们护着，浩然峰早被你们霍霍没了。这功劳难道不算我的？怎么好像还真有点道理？都别争了，长文下来了。这就是站在舞台中央的感觉吗？前世今生都没被这么多人盯着，还挺新奇。大师兄，都怪我，害得大师兄暴露身份，没法继续苟了。没事吧？没事，就是消耗太大，回去闭关一阵就好。长文师侄，星河师侄，真是好久不见呐！诸位师叔，你们这是？2位师侄，数月不见，老夫可想死你们了。走，跟我回行风坐坐，咱们叔侄喝2盅拳。你行风喝个屁！长文师侄，来我拳风，一边喝酒一边打拳，那才叫带劲儿。你们2个老东西，一峰之主稳重点，让弟子看了像什么样子？那个长文师侄啊，最近手头紧不紧啊？师叔我免息借你点零食花花吧。借什么借？哭哭嗖嗖的。师侄，这10万中品零食你先拿着花，不够就捎封信去田鸡峰，师叔立马派人给你送过去。10万也好意思拿出来丢人呢？师侄，老夫这葫芦里全是5品丹药，你敞开了嗑，不够师叔亲自给你炼。来我剑锋，来我丹锋，来我气锋。猜到他们态度会变，但没教到这么热情啊。行了，一大把年纪吵吵巴火的，哪有峰主的样子？师侄，你别听他们瞎忽悠，他们都是冲你天赋来的。但师叔不一样，我跟你师父碧游那可是过命的交情，老夫活了数万年，就他这么一个知心朋友，谁对你真心，不用我多说了吧？要点脸吗？还知心朋友？你咋不说你俩拜过把子呢？可以啊，为了拉关系都开始背刺队友了，刮目相看啊，林宗主。你再想想，300年之约那时候他们几个是什么态度，老夫是什么态度，还有我给你的传讯符，说是指点功法，其实就是给你的保命符。真遇上危险捏碎它，老夫还能看着你受欺负吗？仔细想想也对，我现在成了太虚剑门的眼中钉，确实需要宗门当靠山。这帮老头虽然功利了点，但本心都是为了宗门，也不是什么坏人。师叔之恩，师侄自不敢忘。哈哈，好，众位师叔好意心领了，只是我师弟大战消耗太大，急需闭关休养，我得先带他回峰。急什么？先吃2枚回元丹顶顶，完美品质的，管够。等咱们把话说完再走也不迟。宿主给楚星河投资10枚5品回元丹，触发返还，恭喜你获得100枚5品回元丹。我去，就过个手也能触发保底返还，又赚了。多谢师叔赐药。谢啥？多见外。师侄啊，你跟师叔说实话，咱们叔侄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不是，你心里有没有数？你自己不清楚？脸皮比宗主还厚。是啊，师侄，咱们叔之间是不是有些误会？有误会解开就行了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众位师叔既然这么说，那我也不绕弯子了。敢问几月前的浩然峰接管器，如今还作数吗？什么接管器？哪来的接管器？我怎么没听说过啊？我去，这老东西比丹峰老头还不要脸，合着当初签字的人里没你是吧？不过既然有人带头不要脸了，那我们还端着干啥？长文师侄，接管器的事儿是我们考虑不周，你多担待。当年浩然峰解体后，你们峰还有些资源在我那儿存着，等论道大会结束，我就派人给你送回去，再额外添点东西赔罪。对对对，我那儿也有。既然浩然峰后继有人了，哪有一直站着的造灵？回头就给你送过去。我那儿也有，算我一份。既如此，我便带家师必游，多谢众位师叔了。谢啥？都是自己人。师侄你等着，师叔这就去无量山，把那条高级气运灵脉给你搬回浩然峰。没错，气运灵脉聚气运改风水，安在浩然峰，咱们昔日的主峰也该重新面世了。浩然主峰数万年前的辉煌，真的还能再见到吗？等着师叔好消息。老夫也去。太虚剑门那帮杂碎的账还没算，非得让他们尝尝什么叫死亡缠绕。大师兄，我还以为你要被雷劈死了。这小丫头是担心我还是咒我呢？怎么听着这么别扭？算鸟算鸟，还是个刚断奶的小丫头片子。大师兄，哎，别！四师兄好脏，我还是离远点吧。哎，行了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我不要面子的。嘿嘿，大师兄你没事，我太高兴了，一激动就控制不住。控制不住也得分场合，咱们现在可是有身份的人。
外面一堆仙子等着要我传运符呢。这要是被误会了，我找谁哭去？什么眼神？这不是好好的吗？同样是师兄弟，怎么人家跟一家人似的，我们师兄弟就天天勾心斗角呢？回来10天了，还是家里舒服。出名有啥好的？哪有在风里带师弟师妹自在，清闲又没是非，比长生大道都有意思。宿主给苏小满投资1缕气运，能够让他运气提升，触发返还。恭喜你获得10缕气运。啊！地底下的气运灵脉每24小时都会自动触发投资，还能同时给好几个人投，就是每天都要响几次，觉都睡不好，烦死了。宿主给沈念青投资1缕气运，能够让他运气提升，触发返还。恭喜获得白银及磁拳噪音遮蔽，可以屏蔽掉你不想听到的声音。瞌睡送枕头啊！这下终于不用听噪音了。说起来，这火种到底怎么炼化的？当时冰火击决，自己就动了，而且念萧的阴阳化生诀与我同宗同源，他为何就没感觉？看来跟功法没关系，多半跟我那封印的体质有关，也不知道有没有副作用。算了，想那干啥？老3、老5都闭关了，就剩你们俩了，我得可劲儿投资。小满、元儿，过来领零花钱。这是咋了？大师兄，我俩想跟你商量个事儿。啥？我们想变强。啥？你们受啥刺激了？小满不想在大师兄遇到危险的时候站在旁边，什么忙都帮不上。俺也一样。还有，小满不想当浩然峰最菜的小朋友。俺也一样。怎么我说啥你说啥？别看俺书读的少，没文化。俩孩子长大了，知道上进了，也是。他俩本来就是顶级仙苗，总不能一直荒废着。可是靠谱师傅只管拐不管教，我上哪儿给他们找稳定修炼路径去？有了，找林定定啊！走，带你们找宗主师叔去，他肯定有办法。好耶！啥情况？啊！长文师兄，我是林峰赵侯吉，约有3枚6品丹药换一次论道机缘。滚！我先到的。长文师兄，给我个签名吧。长文师兄，小女子宁长风柳青言，仰慕师兄久矣，不知可否交换1枚传讯符？青言想在修行之余，时时向师兄请教。柳青言，你要不要脸？我都排3天队了，你凭啥插队？长文师兄，我愿意全部身家为嫁妆。我去，虽然仙子们都很好看，但我现在可是全宗偶像，得有偶像包袱，不能乱来。承蒙各位厚爱，只是道侣之事讲究因缘际会，不可强求。小满，把你那乾坤袋借我用用。大师兄拿我袋子干嘛呀？里面可是有170多万灵石呢。这位师妹，这里有30万中品灵石，麻烦你帮大家分一下，就当报销各位的来回路费了。我去，30万报销路费，这么豪横的吗？本以为长文师兄只是能打，没想到还平易近人，这趟没白来啊！就算平分，也有5、6块中品灵石呢。大老远跑过来一趟，总不能让人家白跑。灵石嘛，花了才交钱，图个念头通达。长文师兄，此情此景，小女子忽有所感，不知可否为师兄吟诗一首？过分了啊！大家都在领薪时，你居然偷偷抢人，玩不起是吧？请。浩然峰上聚群英，木道求援意未平。解囊不吝千珠散，挥手全抛100万青。如此襟怀谁得似？仙途高义属长兄。完了，虽然听不懂，但感觉好厉害。这身份这才华，我们比不过啊。好诗，诗做得不错，这10万灵石就当辛苦费了。赚翻了，回去得多背几首诗，下次接着赚。大师兄，那都是小满的石头。这小丫头，给她的时候推3阻4，拿她点还哭上了。果然女人从小就不讲道理。给，哭啥？我这里还有100万，都是你的。哇，谢谢大师兄。那我们就先去。长文师兄留步，我等有要事找你。全是合体境修为的高手，来者不善。在下沈长风，上任雪莲峰圣子。听闻长文师兄实力莫测，我等想与师兄切磋一二，
验证下传闻真假，还望师兄应允。不错，都是同门，点到为止，不会伤了和气。哦，但我不喜欢，各位请回吧。长文师兄，那不如只打一场，就当互相印证修为了。既然你非要打，那你等会儿。喂，九霄师弟吗？我这里有个单子，你看你。长兄，宁无双我给你带来了。我去，这是宁无双！要不是剑诀要说，我都认不出来了，也太惨了吧！我跟他大战数十天，旗鼓相当。听说长兄有大单子，一着急就超常发挥，把他拿下了。旗鼓相当个屁！你明明是炼虚境，一直跟我装化神，你是不是有病？早说你是炼虚境，我早就投降了。追着我打了这么多天，我招谁惹谁了？不对啊，这是哪儿？怎么这么多人？我师兄沈长风也在。这4个月宗门到底发生啥了？不会是让我打这么多人吧？这是把我当驴使啊！这100万是定金，哼，打一人50万中品灵石，完事儿多退少补。多少钱？啥意思啊？一言不合就雇人揍我，而且还真有人接单。坏了，借贷仙人又开始贷款打人了！快闪开，别溅一身血！天剑绳子剑九霄向雪莲峰沈长风发起挑战，请宗门巡天镜见证。有病吧？废话少说，接招！剑九霄，我记住你们了！我都跟你说了不想打，是你自己非要打的。我不过是助人为乐而已，有什么错？小满、林渊，我们也变强去喽！